大家好，这里是美美小学堂，回答网友歌唱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位朋友说，人来人往的最后一句我也开心饮过酒和明年今日最后一句曾呼吸过空气，尤其是最后一个字是很轻的，但是每次唱呢用力吧不是那种感觉，不用力吧就觉得好像断气了，反正就是不自觉的用力了。他问我陈奕迅他是怎么样做到的，那他说的是陈奕迅的2首歌，那么我们要在影片里看一下，来听一下，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这位网友的问题呢，问的就是我也开心饮过酒，我也开心饮过酒。在这里要非常抱歉，因为我不是那个广东话出身的朋友，我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他这句呢，最后是一个轻微的混声，就是他放到头腔里了，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力量，我也开心饮过酒，就比较很轻的。如果你想用力的话，可能你会动到这个脖子喉咙。我也开心饮过酒，饮过酒，可能你会是这样，因为你上面写的是说你很想用力。用力呢，又因为可能你为了唱上去这个音高，但是这个音高呢，应该是你要找在这个头腔，你找一种就是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感觉，就是我也开心饮过酒，就是慢慢的轻轻的找这个感觉。还有一个你要 check 检查一下，就是说在前边的时候您是不是太过模仿这个陈奕迅的音色，因为他的音色跨度很大，而且很宽，它可以很宽的时候唱的听起来这个喉咙的部分的声音很 strong， 胸腔很 strong， 然后呢它在这个就是高音的时候，它可以瞬间放到头腔，又收得很干净，没有一点点拖泥带水的感觉。所以我想可能除了注意最后这一句之外呢，你要在前边就要把你的力量掌控好，也就是在前边的时候呢，就应该不要像他那么就为了模仿他的音色去用力呀，也就是你达到您的自然的一个声音的强度就可以了，不需要模仿他。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另外一首，就是说明年今日的最后一句曾呼吸过空气，我们来看一下。曾呼吸过空气，这一句的曾呼吸过空气的唱法和上一句的我也开心饮过酒是一模一样的手法，都是轻轻的放到这个头腔上，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曾呼吸过空气，它的曾呼，它的这2个字曾呼还是在嘴巴和喉咙的声音比较多，曾呼卡呼卡，呼吸的吸字才会直接是放松到头腔上的感觉。曾呼卡过空气所以是比较轻的。那这个实际上这句我觉得比前面您提的这个问题人来人往里面的我也开心饮过酒更难，因为我也开心饮过酒它直接全部的每一个字可以说你看1 2 3 4 5 6 7 7个字全部都是放在头腔，很轻就送上去了。而这一个明年今日的最后一句曾呼吸过空气呢，曾呼这2个字还是在嗓子里的，还是在嘴巴里的，然后咔上去的时候瞬间，所以这个比较难，因为有时候做不好的话会车祸现场，就是说你做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这个更难。所以他们的整体来说都是放在头腔上面，而且都要找自己跟自己讲话无忧无虑的自言自语的那种音量和那种放松感，才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对，是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气泡音的问题。我知道现在网络上很多就是在教课的每个老师里面，几乎他们的平台上都有教一个就是气泡音。第一次听到这个气泡音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唱歌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声音更放松呢？让你的声音得到最好的休息呢？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示范给我们，他就说你就是这样，就像这样，
就是会发出这种放松的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很放松。所以呢，在我的概念当中，它就是一个声音放松的，一个好办法，而且是最好的是休息的一个好办法。那但是现在呢，现代的这个流行唱法歌曲的老师当中呢，把这个呢也作为一个，就是说为了让朋友们的声带闭合更好，就是找一找这个气泡音，然后用气泡音带你的声音。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想说的是，以我的经验哈，我想分2步走。我为什么在我的课程当中没有把这个气泡音算在里面？通常呢，我讲的课里面都是对大众有帮助，而且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适合大众的话，我就不会在我的课程当中出现，但是我会在我的具体教课当中1对1啊，或者是小组课里面呢，跟大家讨论，问大家，你们会这个气泡音吗？我想告诉朋友们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那在我过去10多年的教学当中，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开始我们都很好心的把这个气泡音介绍出来给学生，那发现呢，很多学生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放松，他呢几乎说连这种气泡音他都做不了。那他做的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这样的气泡音，他是也就是说他听到说你的这个声音有摩擦的时候，本来是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因为他不会嘛，那么可以这么说哈，不会到什么程度哈？我教过的10个学生里面，有8个学生都不可以完成，只有2个学生做的是对的，有8个学生我要求他做的时候，他都是去挤他。那这样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本来是件好事，你想让他找那种放松的感觉，然后让他带到这个声带闭合里面，结果呢，造成了一种他们的负担。他每天回家就会找这个越找不着他用力，越找不着他嗓子越用力，最后都给弄哑了，嗓子都弄哑了，没法唱歌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一个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会亲自遇到很多例的，不是1例2例，因为它很多很多，所以引起了我的警惕和注意。那之后呢，我会在我的单独的教学当中呢，我会问他们，我就看看这些同学哪个同学能做出来，哪些同学做不出来，我都不是很 push 他们说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我只是告诉他你可以慢慢的去做，有一天找到的话呢，如果你可以随时做得出这个放松的这个气泡音的话呢，就证明你作为一个歌手来要求你的话，你是可以真的达到最放松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做不出来呢，也没关系，你也是可以唱歌的，只是说你的放松程度不是100%，也许80%、90%、95%，但是呢，随着你练声慢慢推进，有一天他会自然的找到这个气泡音，这样的话是最好，要不然的话呢，会对他的学唱歌会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呢，我要建议就是在网络上很多看的朋友，包括我在这边学唱歌的一些同学，一来的时候就说，用那个气泡音找一下感觉，结果他的气泡音就是错的，因为他的气泡音就是用力的，然后他唱出来的声音也是用力的，也是用舌根的，也就是说不但没帮到他放松，而且加重了他的这个舌根的这个用力度，所以根本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我的教学里面呢，我没有单独讲这个气泡音，我只是在我的学生分享当中会问他们，然后我再根据看每个学生具体的这个案例，然后再要求他们你几时做，你什么时候做，或者现在根本不需要做。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引起现在学唱歌朋友们的重视，就说您做的气泡音是对的吗？是为了发出那样的泡泡音而去用力挤出来的声音呢，还是真的达到了那种放松出来的这种声音？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您做的是错的话，可以说根本就是在加速我们，就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喉咙，所以千万要注意。